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没有设计背景，做出来的海报、IG 轮播图就不够好看？其实问题不是你不会设计，是你一直在用手动的方式去做设计。今天这支影片我要示范给你一个方法，直接在 Cloud 里面用聊天的方式叫它去操作 Canva， 把海报、IG 的轮播图、资讯图表全部做出来。你只需要去打字描述你想要什么，剩下的都可以交给他。零设计基础，你也能够做出看起来像是设计师在做的东西。How's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领取。这个方法想要去成立，工具就要先接好。准备工作只要2步，马上讲完。那在开始之前呢，你需要有2个账号。第一个呢就是 Canva 的账号，我会把链接呢放到影片的下方。然后呢就是 Cloud 的账号。Canva 呢就是你可以免费的版本就能够做大部分的内容，不用你急着去升级到付费的版本。那 Cloud 呢就是你可以直接使用 Cloud AI， 你不用去使用 Cloud Desktop 或者是 Cloud Code。那当你账号都有了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把 Canva 连接到 Cloud 上面了。那你来到 Cloud 里面，登录到你账号，然后呢点击左下角你的人像，然后呢点击 Settings， 然后呢你找到这个 Connectors， 然后呢右上角你点击 Add， 然后呢你点击这个 Browse Connectors， 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就有一个 Canva， 或者说你直接在这上面的搜索栏里面去找到 Canva 也是可以的。那它呢就会出现在这边。那因为呢我已经安装了，所以呢它右边呢就是有这个标志。如果说你没有安装的话呢，它右边呢就是一个加号的标志，你点击这个加号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看到呢，现在我的 connector 里面就有 Canva 了。那这里呢再顺便提醒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去知道这个 Canva 到底它被授权了做哪些事情，你可以直接点击它，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它被允许做的一些事情。这些打勾的标志呢就是允许的，中间这个手的标志呢就是需要你去通过的，最右边呢就是 blocked， 也就是呢你是禁止他去做这些事情的。账号接上了，还不能够急着开始做图，你要先让 Cloud 知道他手上这个工具到底能够做成什么程度。那在我们把 Canva 连接到 Cloud 上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个全新的对话。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呢去叫 Cloud 把 Canva 的连接器它能够做的所有事情呢全部去列出来。那你呢就可以这么说，列出这个对话里 Canva 连接器所有的可用的功能，只根据实际可用的工具清单来写，不要用猜的，用条列式的方式去输出。每个功能呢附带一个示范的提示词，并且注明是否是需要 Canva 的付费方案。那这一步呢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它会给你一个功能的对照表，你就能够知道如果说你是免费的账号，你能够做什么，哪些功能呢是需要你付费才能够用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会专注最多人用的部分，就是从零开始去生成一个设计，并且呢套用 Canva 里面已经有的模板。那这边可以看到呢，它就帮助我去把 Canva 连接器里面21个工具它的具体功能说明已经列出来了，但是呢它也提到工具描述中呢并未注明是否是需要有付费方案的，所以呢它就直接帮我写出了工具说明未提及。那可以看到呢，就是它帮助我去展示出了这个 Canva 连接器它能够去生成设计，包括呢生成海报、社群贴文、名片Doc 的文件，然后呢这个就是范例的提示词，然后呢可以生成简报，然后也可以去搜寻设计，去搜寻品牌的范本，调整尺寸，导出设计，列出留言，回复留言等等，发布品牌的范本，有很多功能我们是能够去用这个 Canva 连接器的。功能清单拿到手了，直接进到第一个案例，从零开始生成一张海报出来给你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用 Cloud 来去使用 Canva 去做设计了。首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范本，我们就直接叫 Cloud 来生成一个全新的海报。那这边呢，我就提供给大家一个提示词的模板，比如说帮我做一张海报，这边呢你可以宣传你选定的产品，比如说是限时的优惠，然后呢把你优惠的内容写在这边就可以了。这边呢我就把我的产品以及呢优惠的内容写在这边了，然后呢就可以开始设计了。那这边呢他要问我问题，就是海报要用在哪里，我呢就选择是直视的9:16，
然后呢就是要不要显示原价还有折扣后的价格。那这边呢我就选择让它只显示$200折扣，不写价格。然后呢有视觉风格要怎么选，这边呢我就选择深色的背景，强对比，紧迫感强。那这边呢刚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犯的错误，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它帮助我去生成了这个海报了，但是呢它不是用 Canva 生成的，是直接 Claude 它来去生成了这个网页式的海报。因为呢我没有在我的这个提示词里面说让它去使用 Canva 来去做一张海报，所以呢它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现在呢我需要重新的去给它一个提示词，我在这边呢就加上用 Canva 来做一张海报。先来看一下效果。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就帮助我去再生成4个方案了。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就帮助我去生成了4个这个海报的方案了，每一张呢都是能够去点开它然后放出来看的。比如说这一张呢它忘记了去加上$200的优惠了，所以呢我可以在底下去给它一个指令。那现在呢已经把海报更新完成了，可以点开这个链接，然后选择 Open Link。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在 Canva 里面我就直接能够看到刚才 Claude 做好的海报了。你可以看到内容呢都是非常完整的，有我想要的信息，我呢也可以随时的对它进行调整。从零生成很方便，但是如果你要的是更加稳定的、更加好看的版面，还有第二个做法。那除了从零生成，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Canva 里面现成的模板。这个呢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因为呢 Canva 上面已经有很多设计师做好了高品质的范本，直接套用呢会比让 AI 重新生成是更加稳定好看的。那来到 Canva 里面，你这边呢可以选择范本，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范本类别，比如说我选择传单，那这边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传单的范本了。那比如说我想要去选择这个范本，我就可以点开它，然后呢右下角这边有个3个点标志，再选择分享，这样子呢我就获得了这个模板它的链接了。然后我再回到 Claude 里面复制刚才模板的链接，然后跟他说分析这个 Canva 的范本，特别注意每个区块大概是多少字，然后问我问题，把文字换成我的资讯，字数尽量是对齐原本每一个区块的长度。那这边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刚才我那个方式呢它不是完整的链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在这个界面里面点击这个3个点标志，然后呢选择自定词范本，接着呢就会进入到范本的编辑页面里面，然后你再复制这个链接就好了，这个呢才是完整的链接。那现在呢我再给它复制一次，那现在呢它就抓到范本的内容了，然后呢它把每个区块它的原文它的字数呢都已经写出来了，然后呢接下来呢它就问我讯息要去推广哪个产品了。那比如说我要去推广我的创意联盟会员社群，然后他要问到这张模板上面呢要列出2个项目还有课程，然后呢我就选择是2个不同的方案，单堂还有完整的课程。价格还有优惠要怎么显现，就是用原价还有折扣价来做对比。那接下来呢他就有问我一些问题了，是具体要放在这个设计里面的。那现在呢我就把所有我想让它放到设计上面的信息呢都已经写出来了，然后呢就输入给他。那现在呢他已经帮我做出来了，我可以来看一下。那可以看到呢就是把刚才我给他输入的信息都放到了这个设计上面。那有些内容呢我就是能够去调整的，比如说这个内容，然后呢我可以调整它大小，然后调整它的位置，这样呢就能够让我快速的去根据现在的模板来去调整里面的内容。套范本解决了海报还有单张图，但是如果你要做的是 IG 那种一页一页滑的轮播呢，做法是类似的，但是多了一个步骤。一样呢还是先来到范本，然后这边呢直接去搜索 Instagram Carousel， 这边呢就可以找到 Instagram 轮播贴文的范本了。比如说我想使用这个范本，还是一样呢，就是点击这个3个点标志，然后呢选择自定词范本，然后一样去把这个链接呢复制下来，再贴回到 Claude 里面，然后呢再贴上这句话，分析这个 Canva 范本，特别要注意每个区块大概是多少个字，然后呢帮助我规划每一页的新内容，最后用这个范本套上我的新文案做成轮播。那这边呢它就帮助我去总结出来了每个页面它的每个区块
它的原文范例以及呢它的字数。然后因为我要让它去替换出一个新的文案，所以呢他就问我这个主题是什么，那我就说呢想去做内容变现还有数位产品相关的。还有呢他也问我轮播的目的，我就说呢就是纯教育的内容。还有呢他就问我页首要放什么，我就说放我的名字就好了。现在呢你就可以看到，根据刚才我选择的模板，我让他找了一个新的主题，这是第一页，然后呢这是第二页，接着呢第三页，然后呢第四页，接着呢第五页。你可以看到呢基本上我是不需要修改的，已经非常的匹配出我想要的，而且整体的风格呢也是非常适合我这个主题的。那现在呢我想试一下，如果说我直接在 Cloud 里面去给它一个指令，让它去替换后面的图片，来看一下它能够去做出什么样的效果，是否是能够去成功的去替换这后面的图片。我就直接跟他说呢，去帮助我替换每一页的背景图片，在 Canva 图库里面去找相关的，然后呢直接替换去看一下。那现在呢已经去做好了，可以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呢背景图片已经替换了，每一张呢都不一样了。所以呢，你可以直接跟 Cloud 去文字的描述，然后呢，它能够直接的去替换图片。IG 的轮播搞定了，最后一种类型也是很多人在制作影片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在用设计的时候都会用到的，就是资讯图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展示使用 Canva 里面的资讯图表的范本，还是呢来到范本里面，然后呢去找到 Infographic， 这边呢我们选择一个喜欢的这个资讯图表。比如说呢，我选了这个范本，然后呢点击3个点标志，自定此范本，然后呢复制这个范本的链接，回到 Cloud 里面把这个范本链接去复制下来。那这边呢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说，用我网站上面的资讯把这个范本的文字替换掉，然后告诉他我的网站是什么。那现在可以看到呢 Canva 就根据我刚才放入我自己网站里面的信息呢，它会自己去分析网站里面内容，然后呢去规划怎么去把资讯塞进到这个资讯图表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资讯图表了。如果说你做完之后呢想要去修改的话呢，还是跟刚才一样，就是直接跟 Cloud 说，然后呢它就会直接操控 Canva 来去做出修改了。或者说有一些简单的操作，你可以直接在 Canva 这个编辑界面里面去进行修改也是可以的。这几个案例你会发现，重点不是 Canva 变聪明了，而是你跟 Cloud 对话的方式决定了它帮你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好用。如果你今天靠这个方法把静态的图做出来了，你可能会想问，那影片呢，声音呢，能不能也用差不多的方式一次搞定？答案是可以的。我的另外一部影片里面示范了怎么使用 AI 来帮图片、影片配音一次都做完，你可以现在就点击这部影片观看。